圣基茨入籍计划在1984年开始，多米尼克的入籍计划在1993年开始。一个有最高的销售量，一个有历史上唯一的5联第一。作为风险规划最顶层的基石策略，很多企业家族都把这两个国籍纳入身份架构的核心配置。不仅办理周期短，没有移民监，没有海外征税，还可以远程办理。在上期节目，我们从申请前的环节分享了这两个国家的区别。在这一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从申请的过程中探讨这两个美洲最传奇的快速入籍计划。视频开始前，别忘了点赞、订阅、关注，记得打开小铃铛，你会随时收到新视频上线的通知。大家好，我是 B。这一期节目将跟大家剖析圣基茨护照和多米尼克护照申请过程的区别，谁的办理速度最快，如何减少审批过程中遇到的麻烦，如何避免被拒签。基本上这两个项目跟欧洲的塞浦路斯、马耳他、黑山比起来，入籍过程都相对简单，在 CBI Index 的流程简易评分都得到满分。以我的经验来说，填表、文件翻译公证，还有资产的声明，这些准备起来的周期介于欧盟国家和太平洋岛国之间。过程不像欧盟国家这么复杂，但是又不像西太平洋岛国简单到让人觉得担心。我们从两个主要的阶段来分享圣基茨和多米尼克的差异。第一个阶段是填表的过程，第二个阶段是审查的过程。填表的阶段有披露表格、身份验证、体检表格、投资确认书。圣基茨有 C1、C2、C3、C4， 多米尼克有 D1、D2、D3、D4， 指的就是这4个表格。本质上差异不大，但是多米尼克还有给移民局长的信、移民监豁免表格、资金来源声明、法定声明、入籍宣誓。虽然多米尼克在填写起来没有增加太多的内容，但是感觉上还是多了一道手续。好处是多米尼克在程序上相当完整，从提交申请、如何通过背景调查、如何在所有相关部门获得同意、如何豁免登录、豁免移民监，都有完整的法律文件支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加勒比国家给的都是公民权，但多米尼克给的公民权最完整。而圣基茨就比多米尼克少填这些资料，感觉上更友好一些。不过在后期使用上有些地方不同，具体该怎么选择，我们在下一部视频会跟大家讨论。在有加急的前提下，两个国家的等待期都差不多。就我们的经验，所有的申请案件中，80%移民局都会进一步询问工作资料或是资金来源。只是一半的情况，我们会根据对申请人的了解，直接解决这些问题。其他的，我们才会联系申请人进行讨论。这都是在审查过程中很正常的现象。当收到移民局的反馈时，无需急躁，也不用担心。在民主的国家，政府跟人民之间有沟通，是建立良好关系的开始。我们都会协助你跟圣基茨或多米尼克的移民局沟通。至于在沟通这方面，两个国家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有些人以为少披露一点就少一点麻烦，这个概念是错误的。要入籍英联邦的公民身份，必须详细填写披露表格里要求的资料。我在上一期节目有说10个必要的材料，这些都必须完整提交。这两个国家的项目发展时间加起来都快70年。申请人有哪些潜在的问题，想隐瞒什么事情，这些规律秘密他们太了解了。所有你想象到的案例或之前申请人想过的方式，早已经有人尝试过，所以一旦没有真实披露被查出来，有可能被拒签或是延误入籍的时间。至于如何加速审查速度，有6种特殊情况，我建议在申请前先讨论好再开始。第一个，诉讼正在进行中；第二个，出生证明有问题；第三个，无法提供工作证明或无法解释收入来源；第四个，有其他国的永居或有其他国家的国籍；第5个，有英国的拒签记录；第6个，有欧盟或申根国的拒签记录。如果你有以上这6种情况，我会建议申请前先跟专业的人讨论好解决方案。你也可以点右上方的连结预约咨询，我们会把你申请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模拟。因为加勒比的移民局还是希望申请人尽可能提供所有规定的资料，提前准备好会很省时间。我不建议有些中介公司使用模板去批量解决各种问题，因为每一个人的实际情况不一定相同。如果套用各种模板，有一定的几率因为虚假陈述被拒签，或产生身份不完整的后遗症。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有上述6种特殊的情况，在申请前一定要先确定有正确的解决方向，再开始办理。这期节目带给大家圣基茨和多米尼克在申请阶段的区别。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在准备的阶段，圣基茨会轻松一些，而多米尼克严谨一些。就像我在一开始讲的，一个是史上最高销量的护照，一个是史上连5年的冠军。在下一期节目，我们将谈到大家最关心的部分——使用护照。
作为第二国际身份配置，最终的目标就是可以通过更灵活的海外身份，安全有效地掌管自己的未来。在下一期的节目，我将继续探讨圣基茨和多米尼克获批后的使用，哪个方便办第三国永居，哪个比较容易申请美国签证，哪个适合做资产配置。继续跟大家分享这2个美洲最传奇的快速入籍计划。谢谢收看，我们下回见。